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师妹，师兄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啊？有这等事？嘘！以小妹此计，此事定能成功。好吧，你智计过人，此事就交由你全权处置。我们铁手团在江湖上威名赫赫，不管雇主交付的事情多么艰深繁复，我们从未失手。这一次就看你的了。记住，一定要将那封密信拿到手。放心吧。怎么样？现在该相信我说的话了。你的同伴是不会来救你的。我劝你知事达悟，说出信的下落。哼，真是个倔强的女人。这就是宁氏。正是。将她押到东二房，严密看护。是。走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哦，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到啊？陆兄，真没想到你的戏演得这么好，竟然将这些穷凶极恶的家伙折腾得无计可施，只能将你请进观中。说起耍泼皮呀，这世上能赶上我的，那还真不多。远房兄，你的身手更是让人佩服，直说得上是来无影，去无踪啊！啊！宁贤弟被押进了观内，现关押在东二房中。我看见了。远房兄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真想不到，这些歹徒竟然是铁手团的人。铁手团是什么？铁手团是江湖上最大的杀手帮，前身叫做务弊团，也叫乡部，是南北乱世时期的务弊主们创建的。他们成团结社，习练武功，为的是保卫宗主的领地和城堡。这些务弊主强凶霸道，依仗武装，公然与朝廷对抗。最有名的一位是广平宗主李波，他曾率务弊团大败官军于务堡之下，当时的朝廷也拿他们无可奈何。就说李氏一姓，
不仅男人习武，就连女人也个个都是武功高手。李波的妹妹李雍容就是其中之一，曾有一首歌子就是称颂她的。李波小妹字雍容，千拳走马如卷蓬，左射右射必叠霜，女子尚如此，男子安可逢？卢兄真是博学，真想不到，这些人竟然是南北朝宗主的后代。后来隋文皇帝一统天下，消除兀堡，大部分务必团的成员被杀死或者擒获，能够逃脱的，则是团内的精英和高手。他们四散隐匿，逃避朝廷的追剿。就在这些流人之中，出现了一位旷世高手。此人名叫袁不济，乃河北大族后裔。据我老师所说，袁不济自幼从高人习武，且天分极佳，武功之高，难以望其项背。正是这个袁不济，将所有流亡的务必团成员召集到了一起，组成了铁手团。是这样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铁手团已有近100年的历史。正是，铁手团没有宗旨，没有目的，只要有人出钱，他们便受雇行事，手段残忍隐秘。可以说，近100年来，铁手团杀人如麻，作恶多端，却从没有人能将其绳之以法。却是为何？首先，铁手团不介入政事，也不归属朝廷中的哪一个派别和力量，一切只是为了钱，因此就算不上朝廷的眼中之钉。除掉他们，当然也不会是当务之急。其次，铁手团内高手如云，个个都是背负上乘绝技的奇人，他们行事完全可以用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形容。几桩大案坐下，既无原告也无被告，三法司无法立案，当然也就无从查起，不了了之。好厉害！卢兄，坐。啊，请。惹上这些人，一辈子也别想安生。他们会像阴魂附体那样，不停地缠绕着你，直到你死去。元芳兄，你的意思是？真不知道，宁贤弟怎么会和铁手团结下了仇怨？是啊，我也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。但元芳兄，据你刚才所说，这些铁手团的歹徒定是受雇于人，才会对宁贤弟下手。可是谁雇佣了他们呢？这个就不得而知了。请铁手团出面办事，价钱非常昂贵，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的。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雇佣他们的人非官即商。刚刚我偷听那个龙峰和随从的谈话，他们似乎是要从宁贤弟的手中拿到一封密信。信？什么信？难道鲁兄不知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和宁贤弟也不过是萍水相逢啊。鲁兄的戏演得果然是好极了。元芳兄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兄台命人将宁氏诓出城外，不会是没有目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远不止这些。
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。待时候到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的。这也算是我的回答吧。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鲁兄也是为了那封信而来吧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信的内容是什么？元芳兄，我曾答应过一位朋友，替他保守秘密，因此我不能说。我能理解，你的那位朋友就是宁氏的丈夫李翰吗？啊！看起来你什么都知道。也不能这么说。比如说，那封密信的内容，我就并不知道。好了，今晚的话就到此为止，我要走了。你要到哪里去啊？离开这里，找家客店睡觉去。啊？那我怎么办呀？你在这里睡上一宿，明天离开就是了。那宁氏呢？本来我是想救出宁氏，可当我得知救出宁氏就意味着要惹上铁手团的杀手时，我改变了主意。有哪个傻瓜会替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，替不信任自己的人去卖命？换了你，你会吗？我真的不知道那封信的具体内容，只是李翰对我说，一旦他遭逢不测，便让我赶到洛阳面见宁氏，拿到那封密信。你究竟是什么身份？山阳县令，陆吉英。很少有什么事情会令我感到吃惊，可这一次例外。你是山阳县令？正是。就是这次邗沟覆船所在的山阳县。这样的回答，你满意了吗？放心，我不会再逼问你什么。多谢。可我还不知道你是谁。你只要知道，我想救出宁氏，这就足够了。你不怕惹上铁手团？当然怕。可是怕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不是已经惹上了吗？其实，你根本不会离开，你只是在要挟我，说出实情。至少在这一刻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，应该互相信任。摆脱铁手团，只有一条路。是什么？将他们彻底消灭。准备好了吗？什么？去救宁氏啊！哎，你要做什么呀？不是跟你说过叫你待在房中不许出来吗？哎呀，我要上茅厕啊！难道这也不行啊？你这人真是麻烦，带他去，走吧，去吧。哪儿呢？哎呀！哎，你让我扶着点。哎呦！去！哪儿啊？就在那。那儿啊？对，那儿。快点出来啊！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出来吧，把他衣服换上。过来。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不知道啊。你们两个去看看。
你也太小心了，一个穷酸恶醋能怎么样啊？少废话，小心无大碍，快去。走。怎么，那穷酸还没出来？啊，这厮真是麻烦，要依我早把他宰了。就是，你们是在说我吗？哎呦！依计行事，走。宁贤弟，宁贤弟，怎么样，饶你奸死鬼，喝了洗脚水。我早就知道你会暗中跟踪，于是我故意晚到，让你亲眼看见宁氏进馆，被押进东耳房中。而后我和龙峰师兄巧布机关，你果然上钩。看来这条瓮中捉鳖之计很适合你。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动。这蝴蝶镖上竟有剧毒，你越是使力，这剧毒在身体中行得就越快。师妹，难怪宗主说你智谋无双。略施小计，便令这宵小坠入垢中了。你的武功确实很厉害，可脑筋却笨得很，这么容易就上钩，真令我失望。想活命的话，就马上说实话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与宁氏又是什么关系？既然落入你们手中，就不必多说了。要杀要剐随便。这个就是蝴蝶镖上剧毒的解药，我可以把它给你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那就是你必须说实话，否则一旦剧毒发作，你会受尽折磨，生不如死。解药，你还有多余的吗？你说什么？如果没有，那就自己留着用吧，说不定你马上就会用到。来人！快你是谁？是我。有效啊！十分禁地，不可久留，我们马上离开，快走！你的伤不要紧吧？我已服下解药。狡猾的恶贼，要杀他！此人的武功之高，除宗主之外，还没有见过第二个。
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不知道，但可以试一试。众人退开！像你这种身手的人，世上绝对不会超过5个。我至少应该知道你。道不同者，不相为谋。因此，即使你不知道我也不会怪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待时候到了，你自然会知道。请吧。他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与我们恋战？不是，您说什么？你马上带几个人到关押宁氏的房中去看看。是。不好了，宁氏不见了！追，快追！是。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了不起！世上能够躲过我这一刀的，也不超过我。告辞了。好厉害呀！大师兄，一切顺利，宁氏已经被他们救走了。就凭你我2人是对付不了他的。师妹，马上派人回扬州向宗主禀报，请他召集团中所有高手前来。这次一定要成功。李兄怎么还不来？哦，我2人商定，由他吸引杀手的注意力，我潜入后院将你救出。只要我们逃离道观，就释放响箭。他得到讯息后，便会全身而退。他知道我们在这里吗？啊，知道。这个地点是他选定的。按时间算起来，早该到了。哎，鲁兄，道观中那么多杀手，而他只有1个人，会不会……嘘，别说丧气话。吉人自有天相，我们耐心等待吧。李兄，元芳兄，李兄，谢谢你。好了，就别说这些了。路见不平，还要拔刀相助，何况我们是朋友，这不过是我应尽之责。宁贤弟，哦，我是该叫你贤弟呢，还是贤妹？全凭李兄随意。从今后，于兄就改口叫你贤妹了。元芳兄，真想不到，你不但武功高强，竟还智计过人。这条调虎离山、乱中取胜之计，真是令人拍手称绝呀！堂堂铁手团，竟被你我2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呐！啊！你也很了不起啊！后堂放火，吸引杀手们的注意力，又化妆成道士救出了宁贤妹，这些事儿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。如果没有你的配合，恐怕我很难成功啊！
元芳兄，刚刚鲁兄已将事情对我和盘托出。那封密信是外子李翰在月前托人烧毁的，内中记录了很多人名，都是扬州大官，另外还有一些数目字，似乎是这些人贪污所得的贿银数目。是这样。当时我觉得很奇怪，不明白他将此信烧回家中是什么意思。但外子在信中说，此信事关重大，要我一定妥为保管。信现在何处？我藏在了迎宾驿的客房之中。我们立刻出发，赶往迎宾驿。参见宗主。胡云在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宗主，日前接到大师兄龙峰和六师妹云姑的传信，说他们已经找到宁氏，想不日即可将密信带回。非常好。胡云在。你立刻传我口信给龙峰和云姑，告诉他们这封密信事关者大，一定要拿到，否则我们无法向雇主交代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诸位可能都清楚，这一次的雇主非同小可，他们赤银100万请铁手团出面处置扬州大案，并保证他们的安全。因此，一切涉及雇主安危的人或事都要消失，而且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。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是。恩师，让你这个4品大员为我端茶，我可是不敢当啊！本来狄春要来的，被我接下了。哦，曾太啊，刚刚我仔细地看阅了李翰死后扬州刺史崔亮给各部的回文，发现其中很多地方的叙述都是含混不清的。首先，李翰之死的准确时间，回文之中并没有写清楚。记得几天前您曾经说过，李翰是在邗沟复船的当天夜里死去的。不错，大致时间是有的，但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回文之中却并没有提及。哪一点？李翰自缢是发生在邗沟复船之前呢，还是之后呢？恩师，这一点应该不是问题吧？哦，你说说看。李翰不可能死在邗沟复船之前。为什么？据崔亮回文中所说，李翰是因邗沟再发复船事件，因此觉得愧对圣上，这才自缢身亡，而且还留下了绝命书。是啊，回文中是这样说的。可如果邗沟复船之事尚未发生，他有什么理由选择死路呢？这说不过去啊。从逻辑上讲，你是对的，但是你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前提。前提？是啊，前提。你现在已经人为地将李翰之死归结为自杀，起因则是邗沟复船之事。有了这个前提，他死去的准确时间当然就无足轻重了。学生有些糊涂了，您的意思是李翰不是自杀？曾太啊，我并没有这样说。李翰可能是自杀，也许不是。而今案情尚不明朗，证据也不充分，任何轻率的判断都会为断案带来负面的影响。好，我换一个说法，即使李翰是自杀，现在也并不能证明促使其自杀的原因就是邗沟复船事件。难道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可能吗？
恩师，我知道，您一直对李汉之死抱怀疑态度。您刚刚说的，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。然而，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和各方的叙述来讲，韩沟覆船应该是造成李汉之死唯一合理的解释。你说错了，并不是唯一合理，只要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，就不能说是唯一。可是恩师，您又是根据什么认为李汉之死还有其他的可能呢？这样吧，我们做一个假设，假设李汉自缢是发生在韩沟覆船案之前，你还会认为覆船之事是致其死命的唯一原因吗？那当然不会。如果事情真的是那样，那李汉之死肯定是另有原因。而崔亮在回文之中并没有能够证明李汉自缢是发生在韩沟覆船之后。你说，上述的那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呢？如果这样说，那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。因此我才认为，李汉自缢的准确时间在本案之中非常关键，可恰恰回文之中却没有提及。曾太啊，你我到甲板上走走啊。是。那么，除了李汉之死的准确时间这一点之外，回文中还有什么含混不清呢？刺史崔亮在回文当中说，第一个发现李汉自缢的是山阳县令陆吉英。是的，这份回文学生看过。说鲁县令深夜赶到山阳行馆去找李汉大人，却发现他已自缢身亡。不错。第二个含混之处出现了，这个鲁吉英为什么要深夜去见李汉？想来是有要紧之事回禀。说得好，要紧之事这4个字非常重要。曾太啊，官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，上官辰时判事，晡时退归，也就是说，晡时之后便是休息时间。这个鲁吉英有什么要紧之事，竟然要深夜去打扰上官呢？这可以断定，此事一定是非常紧急，否则，这位山阳县令绝不会深夜去见李汉。不错。李汉是水部郎中，此次奉旨到扬州是来巡视曹渠，查韩沟覆船案的。那么可以断定，鲁吉英去找他说的一定是与曹渠和韩沟覆船有关的事情。这一点你承认吧？这是当然。山阳县的政令民封，自有扬州刺史崔亮该管，用不着向李汉通禀。很好。那么那天夜里，曹渠和韩沟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，以致鲁县令要深夜面见李汉呢？韩沟覆船，您是说鲁吉英去找李汉，是向他禀报韩沟覆船之事的？说得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能令鲁吉英深夜前往行馆夜见呢？不错，不错。于是，这中间就出现了2种情况。第一种，在鲁吉英到来之前，李汉还不知道韩沟发生了覆船之事。按照你的结论，韩沟覆船是引发李汉自缢的原因，那么此事就非常奇怪了。当鲁吉英到达山阳行馆之时，发现李汉已经自缢身亡。用你的话讲，他还不知道韩沟覆船，又有什么理由选择这条死路呢？如果这个推论成立，
你还会认为李翰的死因是邗沟覆船之事吗？如果真如恩师所说，李翰是在邗沟覆船之前死去，那这案子可就蹊跷了。他为什么要自杀？又怎么会留下那封绝命书？他此时根本不知道邗沟发生了覆船之事啊！不错。恩师，那您说的第二种情况是什么？第二种情况是，有人事先便将邗沟覆船之事告诉了李翰，这才致使其留书自缢。不错，也有这种可能。那么，回文中第三个含混之处就出现了：是谁先于鲁吉英将邗沟覆船的事情告诉了李翰？这一点至关重要，直接影响到对案情的判断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崔亮回文当中含混不清之处。你想一想，一桩案子当中3个最关键的环节竟然被忽略了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这确实非常奇怪。第4个含混之处就是，崔亮率人搜查山阳行馆，发现了李翰留下的那封绝命书，和洪通贵方开具的2张20万两白银的凭信。崔亮将2张凭信作为证物送达工部，却为何不把李翰的绝命书送来呢？是啊，这确实是个疏漏。没那么简单。作为证物而言，这封绝命书是最为重要的。首先，可以令我判断出这封绝命书是不是李翰亲手所写。第二，可以从字里行间分析出当时李翰的心态。如此重要的证物不上达工部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看起来李翰之死不简单呐。以上所说的4点，都是本案最关键之处。崔亮身为刺史，不会不懂。那么是什么原因，竟令其将这一切全部忽略？这样做是无心之失，还是有意为之呢？老爷，老爷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，狄春？王周自杀了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快去看看吧！快走！大人。张环在。大人，是你在门前把守？正是卑职。听到舱中有什么异响吗？刚刚卑职听到舱内发出咚的一声大响，赶忙跑到门前向里面看，只见舱内的蜡烛熄灭了，王周趴在榻上。卑职赶忙打开舱门，进入舱内查看，发现王周已经自杀身死。你是说舱内的蜡烛熄灭了？正是。在此之前，烛火一直点着的？是啊。我也是听见了卫士的喊叫声才过来。恩师，怎么回事？有人将2只竹筷插入王周鼻孔之中，而后用手在筷子底部重重一拍，
竹筷自鼻孔插入脑中，致其死命。有人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被人杀死的。啊？您的意思是说，有人潜入舱中将他杀死？大人，卑职一听到声音便跑了过来。如果真有杀手潜入，这么短的时间怎能逃走？这个问题很简单，你听到声音之时，他已经死了。啊？你们看到了吧？凶手就是从这里上来的。不错，这杀手定是从水中前来，攀舟而上，否则这里怎么会有带水的脚印？曾大人说的一点不错，船队一连几日在运河上航行，船上的卫士和仆佣整日待在舱中，从未涉水。这甲板之上怎么会有带水的脚印呢？李春呐，那扇舷窗是不是关押王周的仓房？正是。是，这是什么痕迹？这是飞抓留下的。郑台啊，就像你刚刚所说，杀手从水中潜到船旁，而后攀舟而上，先找到了关押王周的仓房，而后又来到了这里，用飞抓勾住船舷，身体顺绳索垂到了那扇窗外，而后打开舷窗，跳进舱中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